那最近其实看到很多帖子在帮小蚯蚓说话，说以前不理解他，现在其实突然就理解了，觉得20多岁的时候谁没有痛哭过呢？我其实特别开心，因为当时欢一播出的时候，确实这个人物就遭到了特别多的质疑，甚至有很多人把这种质疑就上升到演员，让我非常心疼。一方面心疼这个角色，其实小蚯蚓和关关是欢乐颂中间最接近普通人的2个角色，像安迪这样又聪明又强大，然后又拥有这么多财富，其实本身是带有一定的理想主义的。曲筱绡这种就是拥有大量财富的，然后个性又特别鲜明的，樊姐这种就是所有的苦难都集中在她身上的，应该说都有一定的戏剧性的提炼嘛，她不是生活中那么常见的，但是确实就是小蚯蚓和关关是在我生活中随处可见的女孩。那会儿其实杨紫也特别小，所以我就特别的心疼她，真是承受了巨大的压力，而且我真的觉得她演得特别好，我到现在都记得，就是当时看到的现场拍的第一场戏是小区办 party， 然后扰民，然后小蚯蚓去敲门去让他们小声一点。当时我就坐在那个监视器后面，就看到那个杨紫演那个小细节，就是她跟着那个音乐摇动起来，那个特别打动我。我当时就说太厉害了，因为这种小细节它完全符合这个人物的性格，所以我是觉得演得那么好，还是遭到了很多质疑，就觉得非常心疼。小蚯蚓就是那种真的也不是特别聪明，也没有办法走捷径，家里也不能够给到她任何的帮助，就是所有的亏都是要自己一个一个去吃，所有的路都是要自己一点一点去趟的那种女孩子。但是我觉得她特别好的就是勇敢，敢于去发表自己的观点，敢于去掉坑，也敢于从坑里爬出来。然后第二就是强大的行动力，说干什么就干什么。包括我也很喜欢她，可以说是恋爱脑，但是也可以说是她很看重爱情，那么她就勇敢去爱。可能在现在的时代，鼓足勇气去爱是一个不太被提倡的事情，但是我一直觉得能够以澎湃的爱意去爱人，比你都没有勇气去爱，我觉得还是要更好一点。至少在我看来，你要有去体验一切的勇气。当然啊，就是这个体验到什么程度，什么时候要止损，这个还是有一个判断的。我觉得小蚯蚓其实她的很多行为，她的这种分寸感缺失，或者说她没有办法理解别人善意的建议，她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，其实还是在于生活阅历的这种缺乏，所以她只能以一种非常狼狈的姿态自己去寻找她的这个道路。但是我觉得特别真实。事实上，就是我成年之后，有时候都很难做到完全不以社会地位，完全不以经济实力，完全不以见识高低去评判一个人。你就包括在22楼，其实大家都本能的受到安迪和曲筱绡的吸引，是因为他们一个有见识有能力，一个有钱，能够现实的解决问题。但是小蚯蚓就是完全无关这些，他对人的喜欢，他跟人打交道的方式都是极为平等的。我觉得这种平等，这种不媚上也不欺下是非常珍贵的，是一种很高贵的人品。我真的觉得他非常非常乐观，就是打不垮也不会弯折的那种，就是他巨大的生命力吧。